好，你发现党团在协商预算了哈。那柯建铭当然代表民进党嘛哈，但是柯建铭每次发言都发言很长，啊，一讲就40分钟哈。那开始我还以为是他有那么多话讲，那现在看看不是，他就故意要这么背歌，就让你们到最后根本就谈不成。那柯建铭主张是统删，就是说，比如说我现在有3兆的预算，你删300亿好了嘛，我自己来调整。但是呢，国民党跟民进党就希望呢，根据不同的项目来删，而不是统删。哦，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这个显然柯建铭是不满意的。哦，那不满意的结果就闹你嘛。哦，然后另外呢，国民党认为说柯建铭的目的是到最后预算搞这个谈不定，对外面去宣传，都是国民党的这个删减预算，哦，让预算通不过，哦，罪名是国民党的。那国民党也怕这样，所以呢，他们自己内部要开会，是要把那个3000个提案呢，看缩减成几大类，而不是3000个提案啊。好吧，那柯建铭昨天是说呢，你以为我是？因为韩国瑜说你不要再讲了，你每次讲40分钟，别人都这个没有机会讲话。那现在有3000个案，你每个讲40分钟吗？你要讲多久啊？那今天柯建铭呢，早上又说呢，你除非把我打死哦，否则我就是要讲哦。那这个他发言了42分钟，韩国瑜就说希望柯建铭有智慧，你要当大家的典范嘛，你怎么这边带头闹呢？哈。黄国瑜常就说柯建铭是傲慢的，所以总预算协商破局。因为你傲慢，所以呢总预算协商是破局的哈。那另外呢，卓荣泰行政院长也亲上火线了，说呢，在野党这样删预算呢，会有5大弱化国家的竞争力，弱化国防实力，弱化科技这个的优势，弱化公务人员的绩效，弱化这个政府跟人民这个沟通的政策的能力，就你们把我们宣导费预算都删掉了，我们怎么跟民众沟通我们政府的政策呢？那这个吴思耀是说你们什么意思呢？国民党是说你不是说没钱吗？不是说那个财划法以后没钱吗？那我们现在这边删减以后，你不是有钱了吗？让你省钱啊。那吴思耀说你是把钱送进冷冻库啊？你什么意思呢？立法院只能为这个删减，不能为增加预算的提议啊。你删掉以后就进冷冻库了，就这个政府就用不到了，所以呢，这是蓝白无差别恐攻，人民会受害，因为呢，这次删减预算的幅度可能史上最高。我从当立委的时候觉得那个预算都是假的，一开始的时候哇讲很大声，这个有意见那个有意见，到最后呢就统删一点点钱，那个几兆的预算那个删那个数目根本不算个数目，那立法委员的审查预算是很重要的权利啊。那如果审查了半天都不能删，他在审查什么东西呢？不浪费他的时间吗？所以呢，长久以来基本上都是这样子啊。那特别是如果说是这个所以完全执政的时候，不管国民党、民进党如果两个行政部门跟立法部门都同样一个党的时候，那预算都是删好玩的，然后假的啊。那吴思瑶就说呢，你是无差别攻击因为预算为什么删了那么多？民众党就说，你蔡英文2.9兆预算能够治国。那现在呢？你3兆多，我只删你那么一点点，哪有删很多？就算1成也不过删3000亿而已啊！你怎么不能治国呢？那现在就不行吗？所以国民党是要把提案浓缩，是不要背这个黑锅了那要这个把3000案要把它缩小成为几个大案，而不是3000案。我们看一下这个协商到底情况怎样？3296案尚待协商，头发要掉光光了。总预算协商前，先幽默自嘲，看着民进党团总召柯建铭一拿到麦克风就停不下来。时间麻烦控制一下。我现在讲的都是重点啊，都是将来等一下我们才能走得下去啊。到底是在我在讲废话吗？坐在对面的立委邵兴高举平板写上柯建铭讲重点，一旁的干部开麦忍无可忍。柯总召这么困难吗？你尊重别人这么困难吗？你尊重我把话讲完了。你不能任何议题都讲30分钟以上。40分钟啊！回答黄章问题，我不能同意你。协商不止变成辩论大赛，蓝绿总召更是当面开杠。在哪一个民主的国会，他的发言可以肆意妄为，要讲1天也好，要讲半天也好，都个人独白也好。你要限制我开会发言的时间，除非你把我打死。明明要谈总预算，但连大罢免都出来了。这大罢免的时代来了，把这国民党全部罢掉。请问一下，大罢免又跟预算什么？你们已经把大罢免放到预算里面。柯建铭一人跟在野爆口角。32亿中的18亿。你讲给我看了，32亿块钱。32亿中的18亿不是吗？刚才。
眼看协商没进度，韩国瑜宣布散会。我先讲一下那个赖清德总统请那个韩国院长去出使这个美国的代表团。那我觉得一开始大家还在讲说，赖总统到底会不会请韩院长代表？那事实上最后他就是请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大家今天多点善意的去思考，其实可以减少一些不必要的一些误会。那包括像这一次的，其实就是出访前的固定的一些，你如果不坐下来不约一下的话，到时候又有话说话。所以我就觉得不要老是把那个刻意放大，就是说其实这个是很正常的，就是当他代表着台湾、代表中华民国去到美国去的时候，那总统总是会跟这些团员、跟韩院长一起喝个咖啡聊一下。我觉得这都是过去会做的事情，那他很自然，而且他也很善意的也送了，因为真的很冷这个零下的温度，他也送了保温杯、送了暖暖包。我认为这个整个看起来都是一个很善意和友善的动作。那不要用很恶意的方式解读，然后我反而觉得就是朝野之间，因为经过去年一整年这样气氛很不好，我反而觉得双方其实都应该努力去累积更多的善意。我认为这个对于台湾未来的国会、台湾的政局都会更好一些啦。那赖清德如果真的做了一些不好的行为的话，你直接说嘛。但是如果没有应用这样的说法，我觉得不是那么恰当。那回到国会来说，我觉得柯总召当然他有他的一些想法，但是他在立法院31年。赵大哥应该对他也很熟啦。坦白讲，他过去以来算是比较温和，也比较处理所以才会但是从去年到今年，我觉得他真的确实他很愤怒。我常看到他很暴怒很多事情这个过去以来真的很少。我在立法院也将近9年时间，我很少看他这么生气过。就这段时间，他真的很生气。那其实我觉得反而去思考，为什么一个31年的一个国会议员会这么的愤怒。从去年到今年，立法院发生这件事情，我简单举个几个例子。删减预算这个没有问题，该删都删，这该做。确实也像赵大哥刚刚讲的，就是有时候同党的时候反倒会比较容易，就是都不删的很少了几乎是形同，甚至有时候行政机关通过各种管道的方式拜托立委减少去删。这个确实过去都会发生过，但是我相信在理性的讨论下，说该删怎么删，我认为都可以讨论。但是如果你这种删法是大幅的删，是有的删到剩什么1块钱这种的，总要讲出一番道理啦，不然会变成有点大家觉得，那是不是有点刻意性的去删？比如举几个例子就好了，像这个是黄国昌提的，刑事警察局部分，我们认为打诈这重不重要？当然重要嘛，但打诈其实我们都知道，刑事警察局是最后端最辛苦的，就他直接把它给减列2亿元，这个就大家就讲不出一个道理出来。为什么这个东西要减列2亿元？我觉得有些东西要讲道理啊，你没有讲道理的时候，社会各界会完全看不清楚。包括你看很多的案件比如说像这个是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他直接把业务费全部删为1块钱，总数是7亿，删到剩1块钱，那你等于都让这个机关几乎是无法运作嘛。业务费没有的话，你有人事费你能够工作，但是你没有业务可做。包括像这一个一样，这个是数位发展部的它还是有很多的业务在做。那33亿，它一样直接把它国民党党团直接把它删成1块钱，就几乎删掉了33亿多。然后包括像这个部分也是这个资通安全的业务，资通也重要啊，台湾也是资讯的大国。那5亿也直接把它删成1块钱。包括我再拿还有42亿一样是这个数位创新动能。数位的时代为什么要成立数发部，也表示大家重视这个问题。结果它也一样42亿直接删成了1块钱。所以说像这些这么多，这个列出来都还是仅是刚刚讲的3000多案里面的，我认为比较严重的案子就是你要删减1块钱不是不能删，但是要讲出一番道理。像这个是这个陆委会的你把它也是一样业务费31块钱。那如果一方面我们期待陆委会去改善两岸关系，一方面你又把它删成1块钱的时候，那你怎么来作为？抱歉，这一定时间了像你看，经济部也是整个所有的预算，有的什么宣导费直接把你全部删9成删掉9成。那难道经济部很多的其他工作都不需要做宣导吗？包括交通部下的这个删掉了1亿多的部分全数删减你把的一些政策宣导。所以我觉得类似像这样的案件非常的多。我觉得国民党或民众党当然可以删除，但是还是要讲一番道理。你讲一番道理出来之后，那删减当然大家都可以接受。但是如果没有很清楚的道理在讲的时候，那难免社会各界会怀疑是不是有存在刻意性的一些作为。
好，我觉得刚刚赖委员讲到，就是说每一个预算如果说真的都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那所以昨天跟今天的总预算的协商，不就是为了这个而来吗？那么如果是为了这个而来，那为什么柯建铭从昨天开始我昨天开始就有点看不懂了，就说不是要协商吗？为什么他一个人一直发言，一直发言，一直发言？有人在协商的时候是自己发言吗？你发言，你提问不用对方回答吗？如果真的要讨论事情，然后呢，你进一步，我退一步，我退一步，你进一步的话，是这样的讨论方法的吗？所以你就很明显的，在昨天这个样子，包括今天这个样子，就看得出来，柯建铭本身他并不是要真正的协商嘛，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我觉得到现在为止，不管我们刚才在讲赖清德，或是呢这一两天所谓的总预算的协商，我真的觉得民进党他真的是说跟做存在非常非常大的落差哦。刚刚这个赖委员讲到说呢，其实赖清德见韩国瑜是很自然的，当然应该要很自然啊，而且太自然了。坦白讲，如果今天当赖清德要递出橄榄枝，说要跟在野进行和解的话，其实你不能顺便嘛。如果你真的要很诚意的邀在野党坐下来，只会说就顺便今天立法院长要出访美国的时候，我顺便接见他一下，顺便讲一下和解，就没有顺便这个道理的哦。那更何况说你本来就应该接见，本来就很自然，所以这件事情是本来就应该很自然的，但是却看到事实上都不做，这件事情才不自然。那所以如果说真的要这个在野党的和解，我说过，其实你不应该去找立法院长的，立法院长能干嘛呢？所以你要去找在野党主席啊。所以说，你应该去约这个朱立伦，你应该去约这个黄国昌坐下来好好谈一谈，不是吗？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哦。所以当这个赖清德讲到说，我们希望呢，没有什么仇恨啦，没有什么不快啦，可以团结。问题是你只想要团结在你自己的意志底下的时候，这叫哪门子的团结呢？所以到立法院也是这个样子。我觉得立法院，我真的觉得大家好好的去，如果说大家有印象回想过去呢，是国民党执政，民进党在野的时候，我觉得很多事情现在看起来好像都各打50大板，我真的觉得不是，因为我们以前跑立法院，哪一个现在在野党说的话，跟他们做的所谓的杯葛的动作，过去民进党没有做过。民进党也常常煽到人家1块钱，他都说这是象征性的煽，我就要跟你做抗议，因为呢，我给你钱，你一样乱做，那我说我干脆不要给你钱啊。比方说，那说 NCC 你说煽到1块钱，那请问 NCC 在跟不在有什么差别？你在的时候，你就是给了一些你自己想要去壮大的喂养的媒体，让他去这个成立，然后呢，你不要的、不喜欢的把它关掉。那你这样的 NCC， 你难怪人家会想要只给你1块钱之类的哦。那我的意思就是说，像这样的状况的话，事实上过去的在野党一样杯葛。那我们当然不希望在野党不断的杯葛，那执政党就不能够做事情。那可不可以退一步？那请问退一步是要谁退一步呢？目前朝小野大的状况，事实上，如果赖清德跟柯建铭所谓要面对民意，那事实上现在的民意，国会的多数民意，实际上是在野党拥有多数民意，不是吗？所以你不愿意去接受多数民意，所以你就认为所有提出来的东西都是错的，都是不应该的。今天最夸张的是柯建铭，柯建铭说我要统三，我们以前跑立法院的时候，每次国民党要统三都被骂到爆。你这个叫负责任的审预算吗？你负责任审，但是 A 该怎么审？B 该怎么审 ？C 该怎么？我怎么通通加起来除以2，或者通通加起来打8折？没有这个样子，所以那个叫不负责任的审预算，这是过去我们知道的状况。以前什么肉桶法案、肉桶预算就是这个意思嘛？就你现在反过来，民进党柯建铭说我要你们通通包在一起，成为一个肉桶，大家统三。所以你会发现他的这个说法完完全全似是而非，就他没有想要跟你谈。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目前立法院内非常不健康的方式，更何况里面不断的讲罢免、讲卖国、讲这个是中国协力者。你不觉得我们刚才讲到南韩的状况，我觉得我最担心的就是说，当所有的执政党都搞鹰派、都搞强硬派，毫不妥协的时候，你会去学尹锡悦呢？所以对台湾来说，到底说很多事情到最后没有办法去实施，是不是因为执政者不够谦卑，不够去面对真正的民意呢？好吧，因为现在在野党联合要把这个政府的这个所谓宣导费删掉了，所以赖清德刚刚讲说，那我政策怎么跟民众说明呢？问题是你过去宣导费都给谁了？今年宣导费比去年多，变成60几%，你都给三立跟民视嘛？那你这个叫什么宣导呢？你只是对三立跟民视的观众宣导，你其他都不用宣导吗？那如果说我是行政部门，我说好吧，那既然你们对这个有意见，我下一年的这个整个政府的这个宣导预算，我一定是公平分配。除了三立、民视、TVBS 什么东森、什么中天，我会怎么分配？你提个办法出来嘛？你不是啊，你还是很强硬啊，你就非过不可，你不过我就不能跟民众宣导。那在野党怎么让你过呢？过的话，只是让你去培养你的这个绿色媒体更加壮大嘛。这到底是这么简单，有那么困难吗？休息一下再回来。
我刚刚是讨论哦，说好几个单位的业务费3成1块钱，哪几个单位？3个单位，数位发展部、NCC、陆委会。哦，他大概觉得数位部你打仗也没打成啊，那你要业务费干嘛呢 ？NCC 也不用讲啦，对不对？这个 NCC 到底你蓝轩刚才也讲了，那陆委会你现在没有业务啊，2个也没完了，那你要这业务费干嘛呢？所以变成议员俱乐部哈。那但是呢，民进党认为你这就是蓝白无差别报复，砍我们的总预算。那到底怎么砍成1块？我们看一下。寒流来袭，内政部社群发梗图，以动画更改人物色调，用蓝色，就让再也不满是丑化喊呛删预算。如果我们国家的内政部的媒体及文宣预算是用在攻击在野党的话，1毛钱都不会留给他。锁定文宣费用，国民党团提案要全数删除各部会的媒体文宣费，大刀盯上的有3000多案，主要有4方向：数发部、NCC、陆委会业务费拟删为1元，其他部会业务费先冻结70%。国防部的潜舰预算保留114年的2亿元，剩下18亿元先行冻结。所以只要行政部门能够提出一些合理的解释，事实上我们都可以接受。比如说有些是策案，有些是从这个简列变成冻结，那有些是从冻结变成主决议，那还是要有一些良好的沟通。把总预算当成肉票，把总预算当成人质哈。那你如果稍有不从的话，他就想要用总预算的方式逼你就范。把关人民血汗钱，预算就像真枪实弹。民众党提案要砍10%总预算，从农业部长、次长的特别费要全删，还有全社会防卫韧性预算，以及锁定法务部、监察院的媒体宣传费也要全删。林涛，现在变成了一个国家造谣队，从民进党中央到民进党团。各位好朋友，刚才委员有提到的这几个案子哦，我就拿第一个出来讲就好，就是那个打诈的经费。他想说啊，为什么这个打诈很辛苦啊？为什么要把它删掉啊？我本人为什么要再多删2亿？不好意思，去年打诈经费是1亿。那现在的成果，我们知道这个诈骗金额是创新高，全民都受害。好，你可以提高没问题。今年是提到9亿，删2亿变7亿，还是从1亿变成了7亿？就在民进党的论述是，竟然要把这一笔删掉，不是从1亿变7亿这在论述什么？我不知道啊。这为什么这种很明显的逻辑跟造谣的内容会出现在台湾的言论市场？这是我第一个要讲。第二个蔡英文总统在2012年接受《今周刊》的专访的时候，他说国家的总预算要删到20%，就是6000亿，以今年的水准来讲，这才是结构健康的一个水准。那为什么现在民进党针对某一些民意代表在立法院稍微删减预算，就在那边哇哇叫？说真的啦，几个预算啦，像农业部跟农粮署这一次总预算1600多亿。不过删了你1.2亿，0.07%，说政府要关门了，政府活不下去了，这像话吗？删你1.2亿怎么了吗？本来就应该针对他过去的缺失去删减，超支不是弊案很多吗？难道不能伤你那个预算吗？然后内政部2000万补助黑熊学院是其中一个被指定到的协会。那用密件来讲，那为什么现在黑熊跳起来，然后针对我们 KNT 小编还要给他起底？那 KNT 小编出来起底，国民党小编在国民党粉专发文，是什么新发现吗？是什么发现新大陆吗？那难道你这个沈伯洋，你这个卖菜大户、商业的鬼才、送滤水器的专家，难道不能被检验吗？那再讲到今天最火热的文化部补助公示23亿，真的是有够丢脸。这些导演过去其实推出了很好的作品，他们做一个独立的角色，对抗当权者，提出了社会的角度。现在每一年拿标案、拿补助案，拿了几个补助案了，一直拿。然后你今天出来讲，竟然不是讲说什么小朋友的健康啦或什么，你竟然是说，你砍到我的补助案了，所以我要出来罢免这些立委，能看吗？涉己事务涉己事务，然后你出来罢免，说什么啊？今天呢，我可以协助各大罢免团体发影音，要恐吓在野党立委不能删自己的补助案，这就是现在的民进党啊！所以我觉得老柯在那边胡扯讲废话没有重点，他就是要所有的国家的蓝白立委没办法进入深刻的讨论，所以我必须讲现在的结构跟补助案，其实不只有钱的问题，给的机制。
给的比例为什么都是特定人在拿？这才是所有人的疑问啊！如果今天我们要补助文化出版，我们很乐见，不要每一次都是这些人拿。然后这些人都被发现过去都拍民进党的竞选片，那这样民众每一次5月、6月在缴税报税的时候，还有人要分期付款，很多期耶，然后1万、5万、6万，每一个月这样付出来的纳税钱，现在的民进党随便乱花，因为今年的税出预算比去年增加了9.8个百分点，是非常大的经费。我在这边呼吁我们所有的国民党跟民进党的立委，真的严审看。赵哥，我补充一个小点就好了。其实对于因为打诈的部分，这个大家都全民都有共识，要加强。但是我觉得刑事警察局确实是在第一线，最后端最辛苦，所以他们这一段时间的业务量增加很多。那当然，你如果要增加很多的经费，增加你认为不该给的话，这个都可以讨论。但是我要讲的是说，你写的内容是写什么？你说交友诈骗、网络诈骗等等，因为诈骗频传，那为了要有效打诈，避免再受诈骗，所以你要减列2亿元。我觉得这个写法就很不恰当了。如果是你的写法是说1亿元现在增加9亿太多了，所以你应该再回到7亿这样说法也许大那要不要那么多？这个可以讨论，因为最末端的其实刑事警察局他们处理最多这样的业务，我认为其实是可以讨论的。我们讲清楚了，来，向龙。我觉得我们有必要摆脱过去台湾政治当中那种换了位置就换了脑袋的那种思考跟表达的方式。那刚刚赖委员讲了，我简单回应啊。第一个就是说，就像赖清德找韩国瑜呢代表台湾去参加就职典礼，这是对的，因为即将要上来的川普政府的所有的立场都跟民进党相反。川普是反同婚的，反 LGBTQT 的，反所谓的多元性别，这大家知道。川普呢看到呢拜登呢特赦37个呢死刑犯呢，川普说这些通通都应该要枪毙的，他是反废死的。川普是主张要大幅的开发核能的，除了油煤之外，他最主张的开发能源是核能，他不是反核的。川普的所有的主张呢，跟民进党都相反。民进党的神主牌呢，如果摆在川普面前，都应该丢到火里面烧了。所以民进党接下去怎么去跟川普的政府互动，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问题。第二个，台湾今天的国会行政部门跟国会之间呢所出现的汉格，柯建铭光是生气是没有用的，因为你没有回到本质的问题。所有的政治问题的表现，它的品质的表现都表现在政党政治上面。政党政治就是看你手上到底有多少选票，你应该有多少权利。请问你，当你是一个双少数的领导人，当你在国会是少数的时候，凭什么把所有的人事权、预算权、法律权都抓在你的手里面？只要不照你的意思，你就以一种至高无上的行政的天尊的态度去指控在野党。在野党为什么要让你？我拿的选票有哪一张是不干净的？我立法院的席位每一席都是真的又不是假的，我为什么要让你？我为什么要你编出来预算呢？我就应该过去一样行礼如仪的，既不可以统删细部的删减，你也有意见，你凭什么？我的权利跟你的权利是对等，是算出来的。大家回到呢政党政治的盘面上面去，把你有多少权利，我有多少权利，你有什么东西该跟我分享，人事权、法律权、预算案，你都应该分享完之后就好过。因为你什么都不分享，当然不好过。另外，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说删减预算的问题，赖荣委员在现场，我举个例子，听起来好像统删了也不对。3到1块钱呢也不对，我看了半天之后，我想不出来有什么不对啊。我举个，因为你光看台湾的例子，你会觉得你在野党怎么可以这样子删？我举个例子呢，就是你有没有看到伊隆马斯克在干什么？伊隆马斯克1月20号之后，联邦公务员要删掉好几十万个。你知道他要删什么吗？我简单念给你听，大家都已经忘了。他要把美国呢，联邦政府过去支持资助的所谓的国际组织，其实就是国际上面美国的外围团体的预算全删。第二个，他要把冠上所谓的进步团体的名号，也就是今天的所谓的公民团体在那边搞罢免那些团体的预算全删。第三个，他要把公共广播经费，就是今天你编了预算了之后呢，要去帮你做政令宣导，我管你给的是3例还是给民事，我知道你都是给他们啦。你要养他们，或者你要回报他在选举行政队的帮助，这些呢，所有的公共传播的经费，马斯克说全删。
没有留1块钱哦，是全删。留1块钱是告诉你说，你可以再来跟我谈，预算名目还摆在那里。我觉得在野党太客气了。何况呢，马斯克今天呢是以一个代表执政党的身份在砍自己的手脚啊。今天的在野党砍你不对嘛？今天是在野党在质疑你这样的钱用的有问题啊！你拿钱呢去养你的外围团体，养你的黑熊，养你的青鸟，养你的民视，养你的三立，我质疑你不对嘛？不是不对，而是呢那个立场呢，如果民进党今天自己来做，柯建铭如果说呢，我们自己删，我们学马斯克一样，让政府更有效率一点，公务员呢礼拜1到礼拜5乖乖上班，不来上班的砍。如果呢，所有的呢外围的组织呢，不需要再靠着民进党过日子，不用到街头去讨工作，不要到街头呢去表演，表演完了之后呢，希望民进党给我一个呢关爱的眼神呢，引我呢到政府机关里面去当官，这种预算全删，对所有的呢这些呢媒体的补助，管你蓝的绿的全删。民进党如果做到这一点，我就给你拍拍手。休息一下再回来。好，那么111呢，因为民进党办电狗机啊，这个大会呢，声援柯文哲，赖清德说不能判决不如意就抹杀司法的专业嘛，判的柯文哲被判，你们不高兴就上街头啊。那民进党就生气了，他说赖清德在中常会的谈话啊，把大法官变成执政者的痉挛，操弄听从上议来的鹰犬，就是大法官了。追杀柯文哲，不要睁眼说瞎话啊！说呢，那你黄国昌那时候讲邱义仁，讲陈水扁，那赖清德可以，你不可以啊？赖清德当时可以批评啊，那现在怎么样？我不能批评啊。譬如说这个当时声援这个吴乃仁，就痛骂法官不专业，还哭啊。然后呢，那是2013年，2008年召开记者会，声援邱义仁，批评检察官收押取供，做假消息。所以你当时都批评司法，那为什么现在他们不能批评呢？你就可以批评呢？所以呢，这个他们又提出来陈启玉、林炳文、郭哲敏、吴乃仁，说要帮助民进党恢复记忆，请赖清德照照镜子，扪心自问，说这些人有没有干预？有没有这个民进党有没有人去干预司法了啊？那另外呢，这个柯文哲接押庭外的集会现在被送办，说你们这违反集会法。民众党的组织部副主任林昭印就说，你们就不办黄国昌，因为他立委就不办他，来办我们，那什么意思呢？你司法公平吗？你办我们也不公平啊！那另外呢，这个他们当然还是在讲了哈，说这个减油压的立委不办来办我们那什么意思？我们看一下。民进党的主席总统赖清德在15号的时候中常会中表示，任何人都无法干预或介入司法判决，不能因为判决不如意就抹煞司法的专业，甚至质疑司法独立性。我想要请教我们现在的总统，也是民主进步党的党主席赖清德，你会不会觉得自己的脸很肿？你会不会觉得自己的脸很肿？还是在2025年的1月13号？赖清德作为中华民国的总统兼民主进步党的党主席，想要再度的跟全台湾2300万的同胞再度的示范一次，什么叫做绿能你不能，或者是我们应该要改个标，叫做赖能你不能。其实你可以看刚刚我再重复一下，赖清德，中华民国的总统赖清德他说的这句话叫做什么？不能判决不如意就抹杀司法的专业。不好意思我想向全国同胞来说，赖清德总统，你公然的将您的手伸入司法吗？同时间，我想问如果照你的逻辑来说，那我是不是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来回敬您？不要投票不如意就抹杀民意最高的殿堂，这不就是你青鸟飞出来的最直接写照吗？赖清德，你怎么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说呢？同时间我认为司法是守护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请问一下，赖清德，您做好了吗？当时你在说不要羁押
压人取供的当时的赖清德，现在呢，你压人取供的状态之下，现阶段你又用不同的从地检然后到地院，然后再到高院，请问一下，今天柯文哲他犯了什么罪？在三审没有定验的状态之下，请问你为什么可以这样子压人取供？同时间我认为赖总统丝毫不遮掩的将您的政治黑手深入到司法的状态之下，你看看现在所有的司法检联系统，大家有多难过、多心疼。同时绿能你不能到赖能你不能的状态之下，我觉得这就是实质写照当时赖清德是怎么样用你的政治生命来去担保吴乃仁的？现在呢，说话不算话嘛。那同时间呢，我觉得过去赖清德曾经说过一句话：羁押是侵害人权的做法。可是如今呢，司法不就是沦为你们的司法吗？私人的司法变成私人的司法的时候，为什么国人对于中华民国的整个司法正义跑上了一个很大的问号？这就是今天的问题如果今天抱歉，我再补充一句，如果今天司法变成是你打击异己的工具的时候，那人民上街头呐喊司法公平正义，也只是刚好而已。我发现在这段时间的一些司法案件里面，凸显出来的是一个我们过去不曾去很仔细检验过的赖清德，就是说我觉得他对法律这件事情的理解程度和他的恶意曲解程度超乎想象。就过去的赖清德，从他从政以来，你看他过去不管是背书陈水扁、背书邱义仁、背书吴乃仁、背书洪其昌，他所有的为司法就抗议司法不公，都是基于政治当中的友爱。因为他觉得这个陈水扁他很挺因为这个邱义仁是他们这个新潮流的老大哥啦，这个吴乃仁跟这个洪其昌更没有讲，你是新潮流的大佬啦，因为他们被司法判决了，所以司法都不公。那所以他的理由就一个一个听起来就很冠冕堂皇，什么压人取供啦，什么违反人权啦，都是这样讲出来的。所以你轻易的在这个状况底下，你去调出过去这个赖清德的话，就发现真的是一个一个就打他自己的巴掌。我觉得最夸张说，他就说落泪落泪实际上是洪其昌跟吴乃仁那个案子。他当初就觉得说两个人之委屈的，怎么可能他们两个人有什么贱卖台糖土地有什么掏空国家资产所以他曾经说过说，如果这两个人有罪的话，我退出政坛。那现在事实上证明是有罪那吴乃仁都已经去坐了牢了，不是吗？坐了9个月了嘛那所以他事实上证明，就是如果说他真的是冤狱的话，那当然很多后续一定会发生。那事实上不是他去坐了牢了，而且事实上他贱卖土地也是一个事实。好，那这个你还看到赖清德也还在这个地方，所以你就再回过头去看他当初在台南市议会的时候，他为了要去凸显他跟领学教之间的这样一个纷争，不管是政治纷争也好，还是这个选举当中的贿选的纷争也好，他可以拒绝出席去参加这个出席议会。所以我觉得其实对于赖清德来说，他对他的民主的认知跟他法治的认知，我真的是画一个非常大的问号。所以回到这个件事情上面来，我觉得他有点恶意曲解这个111定勾机这个事情。他们上街头，我觉得有任何一个说是因为判决不公吗？判决事实上也还没有完全出来是才走到这个起诉而已，不是吗？真正起诉都对，所以我的重点在于说，他们实际上诉求的是说，好，第一个过程当中，你是不是有蓝绿当中你有看颜色办案陈其钰为什么这个样子？林炳文为什么这个样子？最新一个吕布在上个礼拜嘛，也就在这个大家的质疑声中，那个叫做郭哲良的一样放出来啦，他2亿交保，然后呢，你说你说柯文哲可能罪嫌重大，他罪嫌不重大吗？他们说他这个可能是 A 了16亿。然后呢，非法的地下汇兑200多亿，这不够多吗？一样交保，那为什么他可以交保？那什么柯文哲不能交保？所以我的意思说，不只是过去这个看起来这个历历在目都交保，现在竟然是一样交保你一样看出来到底为什么这个人可以，这个为什么那个人不行？就到底什么理由让这些司法面对不同的人真的有不同的判决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舆论带风向，这个事情是非常清楚的。这一次的引发大家的愤怒的，我相信很多人的愤怒，包括连国民党也站上街头，很多原因就在于说，他这个舆论带风向太明显了嘛，你几乎所有的办案过程通通送给这个媒体去报道，然后的话呢进行人格谋杀，所以任何一个事情，你不要讲说是不是其他的政治人物、其他党派的政治人物会跟柯文哲一样。
你连一般老百姓都觉得说你这样面对的司法会是公正的吗？所以我觉得今天赖清德出来恶意的去曲解说，哦，你们是因为判决不公，所以上街头。我就觉得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你当一个总统，你还说你要和解，你还说你要团结，你还说大家他很谦卑，他觉得很没有任何的不快可以放不下去的，你就是说的跟做的完完全是不同的一套嘛。所以在这样的状况底下，你说大家怎么会去相信说司法这件事情没有政治的介入呢？我觉得这对于司法的人员来说非常不公平，你知道吗？礼拜三那一天我人在现场，其实我觉得赖总统他是兼民进党党主席，我觉得他想表达只有一个意思，就是他司法是独立的，他不会去干预到司法。我觉得他想表达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在我旁边这样听起来，也就是说，如果各界有对他有任何他介入司法的指控，其实我觉得可以证据可以提出来。如果有的话，那当然总统介入司法这很严重，就是说如果有的话就提出来。那如果各种的臆测，我是觉得其实这个都是在恶意的螺旋会不断的堆叠上去，只是让大家彼此更不互信。我倒觉得如果有的话就直接提出来。那另外是什么压人取供了什么的，我觉得一样，就是说如果我觉得赖清德那一天想要表达，只是说他没有介入到司法，不管是蓝的、绿的、白的，好，只要涉入到了贪腐或涉入到了图利的话，全部该办就办，好，该怎么办怎么办啊？至于每个检察官、每个这个所有的法官怎么办？这个他表示出他不会去干预，也不会去干预。我觉得他表达出这样的态度，那我认为这应该也是一个民主健康国家应该有的一个态度。休息一下再回来。好，那么基隆的四街啊，现在又引起争议啊。环保团体说呢，经济部长透露。四街环评会过关，奇怪了，环评又不是经济部管的哈，那这怎么经济部长会透露呢？难道这个环评委员已经被他们这个说服了吗？那因为呢，这个经济部长曾经放话说啊，什么早教不早教，如果给得喝了，把它混过去就算了哈。所以环境部长彭启明说呢，生态价值是很重要的，要珍爱啊，不能够这个不珍爱生态价值了哈。而且呢，环境部不是经济部的小弟哈，不是说这个经济部说会过就会过了哈。那另外呢，他们对世界环评这个说没有立场的哦，那要正反双方举证来说服环评委员啊。那原来呢，这个2.0版的时候呢，是在协和电厂旁边西海这边填海造陆18.8公顷，那现在3.0版呢是在东海堤这边呢，这个填海14.5公顷。所以台电意思说，我已经缩小那个填海造陆了，对什么珊瑚啊什么的已经影响比较小了，意思是这样子啊。那另外呢，这个台电董事长曾文生说如果你们一直延宕的话呢，我们的供电就不稳定了。你基隆人要不要电啊？哦，供电不稳定了啊。那这个谢国良市长呢，他原来是要派副市长参加环评了，那现在他预备自己去了。他说不管我去，副市长去，我们这个立场都一致的，就是反对啊。可是他们现在受到很大压力，因为基隆的工商团体大概都受到台电的影响。环保团体说台电威胁他们了，威胁利诱了，所以都站起来这个支持四街。那现在基隆的里长呢，除了一个以外呢，其他20几个也都支持四街。那他们也说，环保团体也说呢，这个里长是接受了台电的补助啊，所以呢，这个那里长是说，我们觉得天然气也比原来烧煤好啊，反正现在又各执一词哈。那另外呢，环保团体呢3问台电董事长，因为17号就要登场的环评哈，那四街影响航运安全，你怎么解决？哦，另外呢，再生能源真的不够吗？非要搞这个天然气吗？另外呢，国防安全因为那个地方会影响到港口的安全等等哈。那实际上呢，基本上环保团体当然也很为难。环保团体不敢问的是，为什么不让核电的这个恢复呢？因为环保团体反核电所以呢，理论上你核电有了，你去电就够了至少呢不会说一定要靠天然气。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自己不产天然气，天然气发电占50%以上。那这国安案也是一个大问题了。那现在环保团体呢也面临这样的问题，只能说再生能源为什么不够呢？那谢国良呢面临两边的这个，一般的环保团体是反对四街，但是工商团体跟里长又赞成四街那另外呢，这个环团说呢，台电自行把参数调降了，风速原来12米，调降为10米，所以呢，你自己把这个参数调降，让人无法信服了哈。那基隆23个里长呢，
环保团体是说你被台电绑架了。他说我们不是草包，我们怎么会被绑架了？我们看一下。协和更新，空气清新。协和更新，空气清新。电力稳定，人民安定。电力稳定，人民安定。基隆里长们排站，举着白色板子，大声喊着口号，就是希望他们的声音可以被听到。因为4阶一拖再拖。那为什么没办法表达呢？因为环评的人士他的一再的闹场，那我们真的没办法，几乎没办法去表达我们的意见。愤怒指控他们的声音被忽视，里长们为了表达想法，赶在17号协和电厂更新计划第6度环评会议前公开力挺4阶。里内的声音是以前的重油污染已经改变成这种瓦斯的那对空气品质会有更加的改善。而且电力可能也会更稳定，可以减少空气污染，供电也会更加稳定。列出4项优点，认为协和4阶工程势在必行。基隆24位里长站出来，希望整个案子能尽快有进展。好，香龙怎么看？台湾的能源问题，今天他们如果纯粹从北部的供电来讲，今天基隆的选择并不大。你需要一个能够让天然气进来的接收站。那当你3阶、4阶每次都卡在环评上面，就像是呢在讨论核能问题一样，到最后的结果，台湾现在的能源的配置，中南部的这些呢地方政府或者是老百姓没有翻脸，那是他们的修养。我觉得北台湾本身该好好的检讨。北台湾现在的电力缺口是40%，40%的电力缺口都要中南部，尤其你看到最近的空污的情况，这种这么高、这么糟糕的天气形态里面，中南部都在火力发电，已经空气品质很糟，火力发电大部分呢都送到北部跟北温。我是说，我生活在北部，我一直在问北部人在思考这个能源配置的时候，有没有扪心自问，你凭什么？尤其台湾没有差别电价。如果说今天呢，你愿意付比较高的电价呢，去补贴南部人，牺牲健康帮你发电，那就算了。我们又没有差别电价，污染呢都留在呢中南部，电力呢北部在使用，北部还有什么理由呢去逃避这件事情？所有的环保的问题，我不是说一定要怎么设，但是环保的问题不能够始终呢成为呢阻碍你总体的政策的合理性的理由，尽可能让两者之间呢找到平衡，那都是需要很理性对话的。可是今天的北台湾的问题，难道是一个3阶4阶的问题吗？它已经不是这样的问题。除了主持人刚刚提到，台湾呢为了盲目的逃避核能，然后呢让你的所有到目前为止，我们80%的电力全部都是靠烧的。煤一样烧啊，天然气一样烧啊，顶多你自我安慰说天然气烧的时候稍微干净一点，不会像煤这么的严重。可是不管烧煤，全部都在中南部烧，天然气呢在北部烧，为什么？我一直不懂为什么，就是我们为什么可以容许我们的公共政策昧着良心做到这样的地步？今天呢卡在好像呢是基隆的环评问题，我觉得那些呢都是肢解，那些呢终究呢是可以处理的，而是台湾整天总体的能源的合理性在哪里？当今天我刚刚讲到川普，你看到他用的能源部，他这次用的能源部的部长比他 1.0 的时候呢高明多了。1.0 的时候他根本不知道能源部在干什么的。美国历来的能源部的部长都是核能专家，他就是要来搞核能的。你现在呢，美国呢大量的启用的核能，欧洲核能、日本核能，还有韩国的韩国是准备把核能提高到45%以上哎。台湾现在是准备要归零，我说台湾凭什么？只要想好这一点之后，大家再来讨论呢这个所谓的几阶的问题，我会比较有意见。看问题要看重点啊！现在台电没有告诉国人的是，或者说又在恐吓人民，就是如果说没有4阶的话，没有办法稳定供电了。那当然，但是重点在于是现在是2025年了。当时2025年的非核家园的时候，有跟我们人民讲是说，再生能源20%达不到，然后就火力发电现在突破80%，你的燃煤、你的3阶、你的4阶、你的燃气有需要这样盖吗？当初在讨论3阶的时候，有讨论说4阶还要持续做吗？那为什么永远是一个无底洞呢？所以说这是民进党政府不能说换了位置换脑袋，持续逃避
跟大家沟通人员的问题嘛。而且再者，我们刚刚一直强调，不管是预算的部分，或者是说我们相关的部分啊，在野的时候，2012年蔡英文的脸书上面还写说要大砍20%的总预算，甚至蔡英文的脸书我们现在找出来了，2012年的时候他讲是说他当过行政首长，所以说少掉10%的总预算也不会让行政部门没有办法来运作。那是2012年民进党的时候这样讲。那我们再问一件事情啊，很简单的道理。刚刚有民进党代表讲是说数发部有30几亿，内政部有8亿9亿啊。那我请教，去年民进党在国会占多数的时候，这些预算是不是如实通过？全都是啊。那去年100%没有删减32亿8亿的时候，我们打出什么样的成绩单？我们打诈打成怎么样子？越打越诈。去年的诈骗是突破1000亿耶。你说数发部有没有任何的一个作为？所以说这些部分其实不要说怪在野党严格把关，而是你行政部门先扪心自问，你们到底有没有善用人民的纳税钱？能源政策是一个复杂问题，但是我要讲的是核能的部分，包括核废料部分，台北、新北都不愿意去接受，都不愿意处理的时候，那燃煤又是大家担心到空污的问题。就像刚刚香龙哥讲的，那南部都还在做，南部现在做7阶的，就是为了国家总体能力在思考。我觉得其实整体要去思考是国家需要多少能源，北部需要能源，需要用电，怕不怕缺电都怕。但是这个状况下就是应该要去面对，就是说应该整体去思考。当我们不要核能的时候，核废料不处理，核安我们不愿意。